每当到了夜晚，那间空屋总是传出有人打篮球的声响。莫非他没离开？在2009年，基隆市曾经发生一起离奇的冰柜裸尸案。4名年轻人打扫家中闲置空屋时，清理出一个冰柜，没想到里面竟藏着一具高度腐烂的男性裸尸，而且冰柜中还整齐的放满了起码30本的《灌篮高手》漫画书，以及白酒、香烟、台灯，甚至还有未使用过的木炭等一些生活用品。这位死者究竟是谁？为什么会沉尸冰柜？是自杀还是他杀呢？随着警方的进一步调查，竟意外地发现很多无法解释的诡异情况，贴满符咒的房间，以及死者生前的诡异行为，都给了这件案件带来了不小难度。而随着案件的抽丝剥茧，结局也出现令人意外的大逆转。2008年，于基隆市的某个巷子里，一座公寓门口写着大大的秋字，大门深锁，且门口贴着符咒。据街坊邻居透露说，这座空屋每次经过该户门前，总有阵阵冷风吹出，感觉屋里像是有人向外窥视，恶狠狠地瞪着你。而且每到深夜时分，会清楚听到屋内传出球打在墙壁上反弹的声音，偶尔也夹杂莫名的砰砰的不明敲击声。也有大胆的居民深夜到此查探过，可是只要人刚踏进院子里后，这声音就消失了，而院子里也确实没有人在。结果查探的居民前脚才刚走不久，那个诡异的运球声就又会开始砰砰砰的开始。因此这个秋宅也成为街坊邻居口中的恐怖鬼屋。但是这座诡异的邱家住宅却在2008年底迎接来了第一任租客，来自花莲的罗姓男子。此男子名叫阿发，是经过朋友介绍后认识了房东邱先生，并以每个月3000元的租金租下了此栋公寓居住。但就在阿发租下这栋公寓的2个月后，就出现了没钱缴家的情况。由于阿发的日常起居过得非常拮据，又是朋友帮忙介绍的，房东邱先生觉得一个年轻人出门在外打拼也是很不容易，就答应阿发可以缓缴1个月的房租。可是到了第3个月，房东邱先生上门收租的时候，却发现阿发也不在租屋内了，找不到人，电话也打不通。第一时间，房东邱先生以为阿发是因为缴不起房租落跑了，但是仔细观察了一下，阿发本身的一些私人物品，还有平时骑的机车，都还停在门口。就这样，时间持续过了快半年，阿发仍然一直没有出现。直到2009年10月18号下午，房东邱先生这时准备把空置的公寓重新的修整一番出租出去。当天，房东邱先生带着3个朋友来这里一起清理打扫。由于邱先生之前是从事海鲜生意的，后来做生意做得不错，存到了一笔钱，便去买了新房子。因此之前做生意常用的几个大冰柜都废弃的放在这个老公寓内，想说刚好趁今天来清扫整理，也顺便把这几个老旧冰柜一并交给回收厂处理。其实这几个旧冰柜，邱先生他们在处理掉之前有打开过，但其中一个冰柜在刚打开时就传出了一阵恶臭，于是就立即将冰柜给盖上，想说可能是之前冰柜里存放过海鲜，又放了那么长的时间，有臭味是很正常的，因此也就没多想，就把冰柜直接拉到回收厂处理了。之后回收厂的老板在处理冰柜的时候，整个冰柜打开的那一瞬间一股扑鼻的恶臭散发出来，冰柜老板直接3字经的飙出来。但就在老板看清楚冰柜内的东西后，整个人吓得屁滚尿流倒在地上。冰柜里面放的是一具已经严重腐烂的尸体。之后回收厂的老板便马上报警，警方到达现场了解情况后，便来到冰柜这边查看。这个冰柜长1米，宽60公分，在冰柜的上盖边缘处还挂着一条女生的内裤。冰柜的内部里面充满了大量的湿水，
一具体型很瘦小、骨头很细的尸体，就这么的浸泡在尸水当中。整具尸体上半身没穿衣服，下半身穿着一条红色的女生内裤，双手抱胸，身体朝上，两只脚弯曲的放在了冰柜的马达上。警方从这些特征初步判断，死者应该是一名年轻的女性。因尸体没有明显外伤，但由于死亡的时间过久，尸体腐烂的情况严重，因此后续还要等化验结果出来后，才能厘清整体状况。但最让警方想不通的地方是，冰柜里头放置了各项物品，一个装电池的小台灯、白酒瓶子、大量的木炭以及打火机。另外在冰柜底部整齐铺放了30本《灌篮高手》的漫画书和一条平铺在漫画书上方的大浴巾。这些东西出现在冰柜中，真的是很不合常理。究竟这些物品出现在冰柜中，是因为凶杀现场凶手的故布疑阵，还是另有其他隐情呢？就在警方一筹莫展时，周先生与他的3个朋友此时刚好又回到回收站，同时还带着家中的另一个冰柜，准备卖掉。于是警方立即上前，将邱先生等人控制住，抓回去警局审讯。后续警方在审讯邱先生的过程中，发现邱先生对于冰柜中有尸体的事情并不知情。邱先生解释说，因为冰柜一直放在老家，已很久没有用过，而老家的房子也已空置了很久。之前有出租给一个叫做阿发的男子，但是约莫半年前，这个租客阿发却突然消失了，还积欠了2个月的房租。因此房东邱先生才想说把老家整理，准备再出租出去，因此才会把此冰柜拿去回收站处理。接下来同时法医那边的鉴定结果也出炉了，经过检测，死者的年龄约为30岁左右，死亡时间也超过4个月以上。警方此时发现，这些特征与邱先生口中的房客阿发很像，另外从入住的时间及消失的时间也都能吻合。判断阿发突然离奇消失后，如果是真的想要欺骗房租跑路，那为什么阿发的机车没有骑走呢？另外在办案过程中，警方当初也是有怀疑房东邱先生为凶手，但是根据邱先生在调查过程中的表现，再加上如果真的是邱先生杀的人，那他为什么要把尸体放在冰柜后，再将冰柜卖回去回收站，故意让人发现呢？这过程显然很不合乎常理。之后，警方在邱先生的牢房内采集证据时，也并未在屋内发现任何打斗痕迹及血迹等。与此同时，警方还在租客阿发的房间内的抽屉中，发现了阿发的身份证及提款卡等证件。其中最让警方无法理解的地方，就是租客阿发在房间内四周、窗户、墙壁、2个房门等都贴满了符咒。而根据邱先生回答，阿发在刚搬进来这间房子没多久，有跟他抱怨过说这间房子不太干净，常常半夜会有怪声，还会看到有奇怪人影等。邱先生说，当时并未将阿发说的话放在心上，认为只是阿发来找麻烦，想要借此降房租而已。之后，就在警方与阿发生前的朋友走访时，发现了对案情有用的线索。据阿发朋友描述，阿发此人平时的精神状况并不好，也有跟他说过房子有闹鬼等事，还有从友人那边拿走一些符咒，说要回去贴在房间内。而根据附近的邻居描述，阿发住进去之后，常常跟他们说在房间内有看到不干净的东西。阿发说他觉得非常害怕，而且阿发本身整个人的举动也很诡异。在房子后面的房门上插了很多把菜刀，3不5时还会跑到屋顶去东张西望，甚至还拿了纸箱跑到后面山上挖洞，把自己埋起来。就连附近机车行的老板也有听阿发说过，他住的房子里面有鬼，因此都不敢睡在床上。机车行老板好奇地问：“你租的房子你不睡床上，不然你要睡哪里啊？”阿发此时回答说：“冰柜。”没错，阿发平时都是睡在冰柜里。听完了这些周遭朋友的描述，案情也就慢慢明朗化了。为什么冰柜底部会铺上漫画书、浴巾等物品，以及里面会有香烟、打火机、小台灯、
酒瓶这些日常用品呢？非常明显的，这就是阿发平常在睡觉的地方。另外，在冰柜里面的那些木炭，很大的可能就是用来清除异味用的。那为什么阿发后来会丧命于冰柜中呢？根据警方从尸体旁酒瓶里残留剩下的10cc高粱酒判断，事发当日，阿发应该是在冰柜中休息喝酒，而且还喝了不少，因此在喝醉了酒的情况下，不小心导致冰柜的门掉了下来。冰柜是一个密闭空间，氧气非常容易耗光。冰柜门不小心被关上后，因为内外压力差太大的缘故，因此无法从里面开启。而阿发此时又因为酒醉熟睡的情况下，因此也就导致了阿发最后闷死在了冰柜中。而警方也发现，阿发平时也有在吸食安非他命，因此判断平时阿发说的那些灵异事件以及种种诡异的情况，极有可能是吸毒后产生的幻觉。综合以上推断之后，种种情况似乎也就说得通了。又或者是真的这栋房屋真的有不知名的灵异状况，导致阿发命丧于此呢？这就不得而知了。但是不可唯一想不通的是，死者阿发为什么死前要穿着一条女生的内裤睡在冰柜内呢？有想法的观众可以到留言区跟我说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